如果我说 Miles 的设计源自初代废案，而利斗根本不是黑猫，至于马奥则是披着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本期带来的是假面骑士 Miles 的播前信息汇总，以及我个人的些许心得体会，希望能通过我的视角帮助各位熟悉这部以凶 vs 妖为企划原点的令和骑士第8作。如何提高变身道具的节目曝光以及可玩性，是每一届企划团队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在验证了把变身道具戴在胸前的可行性后，便立即抛出，如果同一款变身道具既能戴在胸前，也能系在腰间，那么玩具的玩法价值不就翻倍了吗？真是鬼才之举。在基于胸带式与腰带式的玩法对决，联想到新时代创新 vs 旧时代经典，以及全世界公认的动物宿敌关系老鼠 vs 猫，进而确定了100年后 vs 100年前以及12生肖传说的要素。Miles 的基础框架随之搭建完毕。当然，选定这2大要素，想必还有着更深层的考量。有别于假面骑士 Z 为兼顾全球观众口味，最终选用了梦与特工这2普适性元素做卖点。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第2作，我想 Miles 主创团队考虑的更多是如何让海外观众从节目中感受到浓厚的亚洲气息与日本风味。其中起源于我国，后在亚洲范围内逐渐盛行，到如今已发展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12生肖，正是一个完美的切入点。另一方面，2026年既是昭和100周年，也是日本史上最为特殊的大正时代加儿子过后的第100年，让这场昙花一现的春天跨越星辰，与现代文化进行碰撞。我想，这既是能让主创团队兴奋不已的挑战，也是无论对海外还是本土观众而言，都能眼前一亮的视觉盛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这套框架之上构建的大概是怎样的故事与角色吧。毒舌执事鹰城宙与天真烂漫的大小姐瑞生优菜在宅邸中过着表面优雅，暗中却携手歼灭神秘怪物不可思议的隐秘日常。鹰城变身为假面骑士 Miles， 如老鼠一般轻巧地讨伐着不可思议。与此同时，同样以消灭不可思议为目标的12支同盟从100年的沉睡中苏醒，而那位领袖竟然是猫。察觉到猎物正在被抢走的同盟，老鼠与猫的战斗就此拉开帷幕。其中鹰城宙是世代侍奉月神家的超级执事，料理、打扫、修理样样精通，还拥有众多资格证书。对于大小姐的请求，虽然嘴上会抱怨，但全都会应下。虽然不拘小节，但对最爱的知识毫无抵抗力。另由于自幼便与不可思议战斗，鹰城的战斗经验与智商都到达了大师级，且他是为了保护大小姐才会变身为 Miles。至于瑞生优菜，自父母因事故去世后，便与宙共同生活在宅邸中。作为现役 JK 的他，还在高中自行设立了不可思议事件研究会，调查与之相关的事件。可由于太过专注其中，学习方面也有所疏漏。而抛开具体的设定不谈，光是想象执事为了大小姐变身的画面，就已经能预感到 Miles 会有多受欢迎了。再多看一眼，本作制片人更是接连推出了假面骑士 Giz、假面骑士 Gabu 这种人气作品的5部直美，那我只能说是毫不意外了。这里我并不想和各位争论5部对节目中后期发展方向的把控问题，毕竟懂的都懂，虽然前提得是真懂。但我相信屏幕前各位都不可否认的是，5部的嗅觉着实敏锐。由他所负责的节目不仅看点十足，在商业成绩上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5部挑演员的眼光同样一绝。实际上，在鹰城宙扮演者刚公开时，我觉得这个演员轮廓不够分明，深邃的眼眸外加小小的嘴巴，长得也太韩系了，不太适应。可看久了，我才发现5部选角的厉害之处，只因单看他的脸就能联想到他是老鼠的变身者。想来这也是秋谷能从一众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更别提他的声音还特别好听，这对于帅气执事的演绎是妥妥的加分项。除此之外，5部在多人骑士的制作经验上有着独一档的优势，这也让我对 Miles 变身人数过多毫不担心。至于本作副制片人创佑的履历，我想也不必赘述了，只能说零星看完他在这次的幕后表现过后，我对他是有一定程度改观的，也期待这次他能与5部碰撞出更多火花，并且多点吸收节目创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争取早日从这些老东西手中接过棒来吧。而关于 Miles 的编剧，虽然早已传出是那位担任过假面骑士空我主笔的荒川仁久，但我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可到了正式公开的那一刻，我反倒不觉得意外了。只因回望5部过往负责的每一部假面骑士过后，我才幡然醒悟，这位制片人从来不吃回头草，且他每次挑选的主笔几乎都自带一定的话题性。先不论最后成效如何，相信年纪稍大的观众早已在讨论5部与荒川的组合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以及荒川睽违26年再次主笔假面骑士究竟能整出怎样的花活了。当然，抛开荒川本身的话题度以及他光辉的履历不谈，5部应该也考虑到了他在2次元剧本，尤其是女性向2次元剧本编写上的造诣。毕竟执事、大小姐、家庭教师这种人设，光是用听的就已经有点脱离现实了。
且荒川那有如女性般细腻的笔触，也是他有别于大直男编剧的优势。以防各位不知道，我再补多一句，荒川与嘎补的编剧香川纯子不仅师出同门，两人在节目访谈中流露出的那股不这么做就没法往下写的轴劲也如出一辙。想来对于上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他应该也能从容应对。但与此同时，多人歧视所不可避免的歧视争斗，同样是荒川的未知领域。如果非要从他过往负责过的节目中找同类项，也已经要追溯到23年前播出的《暴龙战队爆脸者》了。希望五部能基于他在这方面的优势，协助荒川度过这个难关吧。借着这个话题，我再说点反常识的部分。作为一名因空我的关系详细调研过荒川的老汉，我认为空我并没能体现多少荒川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荒川式骑士的风格并不能以空我作为标杆。况且时代在不断进步，人们对英雄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也十分期待荒川想要花1年时间深入探究的不为正义只为大小姐而战的只是骑士心中的正义究竟是什么。本来呢，我是想继续聊聊荒川的，可再聊下去又显得喧宾夺主了，有机会再在空我异闻录中补完吧。是的，等这次完结后，我应该或许可能就有时间和精力复活这个系列了，先相信。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女主的命名讲究。音程咒中的 Odosumi 实则也能读作与 Nezumi 发音相近的 Nesumi， 而 Sora 的音读句不仅和老鼠的叫声很像，还和钟同音，自然而然便能让人联想到音程身上的主仆关系、忠心、忠于大小姐等关键词了。而 Mitsuki Yuna 这个姓名大概率源自 Miki Yuna， 也就是别叫我米奇或者不准提米奇的意思，想来也不必我往下解释了。至于 Mice 既源自于神话，又与 Mouse 的复数形式 Mice 同音，且 Mice 不带浊音，这在历代假面骑士命名中实属罕见。但我想这也是为了对应上老鼠悄咪咪特性的巧妙设计。另外 Mice 还能让人联想到 Master， 也就是某一领域技能精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既能匹配咒的超级知识人设，也能对应他从小便与不可思议战斗，不断积累经验，如今已是打倒不可思议的专家身份，真可谓言简意赅又朗朗上口的好名字。那根据目前透露的情报来看，主创团队在男女主身上埋的雷，一是月生家父母双亡的那场事故的真相，二是咒使用力量的同时也会对优菜的身体造成负担。如果现在你让我猜的话，父母双亡事故的真相并不单纯与不可思议有关，而优菜的特殊体质因和咒所用的胸带式驱动器或者骑士带事先与优菜进行了绑定有关，只因他的身体承受不住，咒才代为变身讨伐不可思议。兴许其中涉及变身者所受伤害由契约者承担，或者每次变身都会对契约者的身心带来强烈副作用的设定，这个只能等正式播出过后再考察了。那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以前，容我先按照惯例讨一波正面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我争取在这次完结前再更新一期视频，另每周日晚8点半后，招品屋都会直播复盘当初这波特色剧。若想实时收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成为频道付费会员，更多专属影片在等着你。OK， 刚刚有聊到咒使用力量的同时也会对优菜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则需用到不可思议被打倒后残留的种蛋了。咒会将种蛋回收，无害化处理后做成各式佳肴，用来给优菜恢复身体。正常来说，种蛋应该是吃不了的，不然也不知道这类道具之后要怎么使用了，就看看证据播出后会怎么演绎吧。接着这个话题，让我来简单给各位分享一下麦斯有关变身道具与驱动器的设定。目前蛋形道具共有2种，一种是不可思议身上的种蛋，另一种是假面骑士变身所用的骑士蛋。区别在于种蛋只封入了一种动物的力量，骑士们能用种蛋进行局部武装，骑士蛋则封入了表与里2种动物的力量，通过胸带式与腰带式驱动器能分别变身为表与里的假面骑士。而表与里之间，猫与鼠的对立能追溯到猫被老鼠欺骗，进而导致从12生肖选拔中脱落的传说。牛与青蛙，兔子与乌龟，羊与狼，马与鹿，在伊索寓言中也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故事出处。猴子与螃蟹出自猿蟹合战，猪与蝴蝶则是猪鹿蝶，龙与麒麟在四灵兽中方位对立，虎与鲸鱼分别是陆地与海洋的王者，两者之间也有可能是通过日本汉字虎即虎鲸建立了联系。狗与鹰则可能与江户时代幕府大名们养鹰猎犬的历史有关，蛇与猫鼬则与日本近代历史中失败的引种计划有关。至于鸡与鲑鱼，则很可能和圣诞节有关了，毕竟圣诞节就要吃鲑鱼。另值得一提的是，麦斯想变成乌龟形态需要兔子的骑士蛋，可预告中两边竟然同框了，不排除同种骑士蛋存在复数的可能，毕竟麦斯和利朵用的也是一样的骑士蛋。以此，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今年变身道具的设计讲究。没猜错的话，麦斯选用蛋形道具恐怕与卵生神话有着直接关联。
宇宙卵生神话认为，整个宇宙或天地万物都源于一枚宇宙蛋。始祖卵生神话则认为，一个民族、一个部落或某个英雄是由卵孵化而来的。放到剧中 S 和 X 发音十分相近，也能让人联想到不知道蛋里会孵出什么的那份未知感，还算是个挺巧妙的设计。再结合变身道具的使用方法来看，驱动器自然而然就能让人联想到开蛋器了。而有别于12只同盟还需额外使用工具敲破、切开、咬碎或者击穿旗帜弹才能变身，咒所用的新版驱动器仅需锁定、按压便可完成。体感而言，开蛋流程明显更方便了。现代化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对比感一下便涌了上来。目前我猜驱动器的技术迭代与瑞神家有直接关联。至于咒会把驱动器戴在胸前，我认为和他从小便与不可思议战斗有关。兴许那时他想把驱动器系在腰间，结果系不牢，这才戴在了胸前。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也懒得改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拆解一下麦斯的变身动作设计。咒锁定旗帜弹过后，先是直视请安，然后半跪，再来是右手牵起左手。这一步有让我联想到旗帜弹上的裂痕、驱动器锁定旗帜弹的步骤，以及咒代替优菜成为假面骑士的意象。其中左手的手势应是在模仿老手的爪子，而后按压驱动器，游刃有余、智慧超群、技巧精湛的麦斯塔人设特质，也透过他将右手架在脸上的动作满溢而出。且不得不说，除了直视请安，半跪的状态还能让人联想到悄咪咪的老鼠。驱动器也得以突出完成带货需求，整体看来是一套很棒的动作设计。前面提到过，新版驱动器能提取的是旗帜弹里的动物力量，而旧版驱动器提取的是旗帜弹表的动物力量。由此变身的假面骑士，除了存在对立关系之外，皮套风格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没猜错的话，100年前的假面骑士皮套属于低多边形风，既用许多小切面拼凑出低模物体的美术风格，复古感自然而然便渗透了出来。可再往深一层想，对于大正时代的人们来说，低多边形才是现代的风格，这种错位感也是该设计的有趣之处。而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人们反而又回过头去追求这种棱角分明的风格，也是十分有趣的现象。因此对我而言，处在复古与现代交界上的这种皮套设计还蛮深得人心的。相较而言，麦斯的设计风格反而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直到得知了官方将麦斯使用其他旗帜弹的形态命名为叉叉架构，我才后知后觉这种诡异感从何而来。只因 frame 虽看起来与 form 相似，但实则还能翻译为骨架。换言之，麦斯的基础与派生形态设计应是源自于动物的骨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里动物被表动物啃得只剩个骨架一般。难道这还不够诡异吗？而这也是我开头说麦斯的设计可能参考了初代假面骑士费暗，也就是骷髅人的原因。那么关于麦斯的部分大致上已经聊完，剩下有关12只同盟与男二的问题会随着人物介绍慢慢展开。那在进入这个环节以前，容我再多讲一句，能坚持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虔诚的特色受众了。如果你刚好喜欢这个系列，也不想错过我后续制作的其他特色解析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我。OK， 所谓的12只同盟，以目前公开情报看来，是为了讨伐不可思议而组建的组织。可在100年以前，因为某起事件，使得全员都陷入了沉睡，直至现代才苏醒。其中负责率领该组织的是假面骑士马奥的变身者林高华武力，他拥有统帅形形色色的同盟成员的魅力，同时也有着任性妄为的一面，还充满了谜团。另只有他一人佩戴着特殊的驱动器，并且拥有着超群的强大实力。这个其实通过饰演者的身高也能感受得到。顺带一提，演员东启介在音乐剧领域人气也很高。假面骑士剔骨里的变身者鹈鹕，从以前就是与华武力相互扶持的好友。我想主创应该是基于猫和老虎的关系才这么安排的吧。其洞察力出众，是大哥型的可靠存在，但因为与不可思议战斗是要拼上性命的，有时也会展现出严厉的一面。再结合他在预告的自述，即他的理想是不让任何一个不可思议的受害者出现。我竟从这个气氛明显不对劲的组织里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正气。当然，这应该也和饰演鹈鹕的演员有关吧。这里也先恭喜金子隼也实现了变身的梦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活过圣诞节了。假面骑士大斗的变身者托兔十分崇拜华武力，他的听觉敏锐，能够探测到不可思议的出现，对自己的速度充满自信，总是用怀表测量自己战斗所用的时间。而这位的演员早在嘎博已经有过客串了，到了麦斯总算被选入了常驻阵容。假面骑士加尔的变身者蛇王信奉力量即是一切，对华武力宣誓效忠。他拥有极高的战斗力，凭借12只中最长的尾巴和镰刀般的连续攻击，不会给不可思议留下反击的空隙。而未确认情报中有提到，在鲍特兰战队东兄弟组中饰演过智兄弟的铃木浩文将回归出演猴子骑士，而在瓦安战队居王者中饰演过丽塔助手摩尔福喵的长谷川霞将回归出演羊骑士。另根据前几天的发布会谈话推断，
负责唱 OP 的2位或者其中1位也会客串出演麦斯。如果他们不是在开玩笑的话，我盲猜他们饰演的是牛骑士和猪骑士。最后是男二马尾达成的介绍，因卷入麦斯与不可思议的战斗，达成与宙他们相遇。后被雇为优菜的家庭教师的他，也顺水推舟担任起了不可思议事件研究会的外部顾问。总之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人。达成与宙的性格不合，但当2人步调一致时，也能展现出极佳的团队协作能力。那不用猜都知道，达成就是假面骑士利斗的变身者啦。既然如此，目前基本可以推断，达成与华武力的关系同样不一般。撞见麦斯并结识宙与优菜也并非巧合，并且他潜入瑞森家有窃取情报的嫌疑。毕竟他戴的那副眼镜给到我他在隐藏本来面目的既视感实在是太强了。并根据利斗在预告中 ONO 的行为猜测，他在节目前中期的立场应该会较为游离。OK， 细心的观众应该已经发现我还没有讲解上述角色的姓名讲究，只因这与我接下来的无责任脑洞息息相关。首先是目前也登场的4位12字同门成员的姓名，除了华武力之外，其他3位成员的姓名直接等同于假面骑士名，都与动物有关，并没有什么讲解的必要。想来还未登场的几位成员应该会延续这套命名模式，毕竟登场角色太多，主创们也怕观众记不住嘛，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了。至于领高华武力中的 Minetaka， 实则也能读作与 Neko 发音相近的 Lego， 若和名字连起来读就是 Lego Kamuri， 这与常用的日语词汇 Neko Kamuri 发音太相近了。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披着猫皮，实际用来形容一个人刻意经营人设，隐藏真实本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装乖装老实，揣着名牌装糊涂的样子。再者，华武力的骑士形象即赤猫，在江户时代也是用来指代纵火犯的暗语，而之所以叫赤猫，据说是因为江户时代的纵火犯会把猫点燃后扔进房屋，借此纵火。更别提马奥不仅取自于国语发音的猫，还与魔王同音了。这人要真是啥好人，我直接吃好吧。如此一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1. 100年前的12字同盟会陷入沉睡，与华武力不可告人的秘密有着直接关系。2. 前代麦斯12字同盟首领的位置是华武力以卑劣手段篡夺的。目前我猜剧里会玩《博人传》里互换人生的套路，即马奥设法与前代麦斯互换了身份，否则华武力如何服众也成了问题。当然，纯粹的栽赃陷害也不是不行啦，这个就看证据想怎么拍咯。3. 华武力讨伐不可思议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平民，而是为了自己。比如说，为了维持人类的样貌，或者占据身体的主导权。换言之，他本来就不是人，或者他曾经是人，后来成了怪物。但还有一种可能，他被怪物附身了。说起来，还是东启介与其他演员的身高差给到我太多遐想的空间了。也正是基于这几点，我前面才会说鹈鹕可能活不过圣诞节。毕竟，相较于崇拜与效忠，他与华武力的朋友关系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哪天得知了真相，不就离死不远了吗？那不知道各位基于赤猫与披着猫皮又会产生怎样的脑洞呢？欢迎分享到评论区与我接着探讨。同样的，马尾达成中的马萨欧实则也能读作马欧，具体的讲究刚刚聊过，就不复读了。如果拿这个发音和男二的名字连起来读，实则也能理解为马欧等人的臣子。而若再进一步解构他之后咪这个名字，我们可以发现它与龙城、陈诚同音，陈又是12支里龙的代号。连起来看，就像是马尾达成表面是只猫，实的是条龙。同理，既然利斗中的利可能取自于中国古人对猫的爱称，也就是尼奴，那么斗有没有可能是多拉贡的缩写呢？是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这种想法的观众就大错特错了，只因龙是12生肖里唯一的幻想生物，其地位可想而知。通常能用到龙作为设计原型的皮套人，实力就必不可能差。还没完，无论是马尾达成亦或是利斗，都包含了猫与龙。而我真正想说的是，龙猫可是老鼠的远亲。那么马尾达成会不会就是前代麦斯呢？只因认知或记忆被篡改，才误以为自己是华武力的手下什么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即他是前代麦斯的后人。不过非要说起来，瑞生家看着会更像一点。而上述这堆猜测的正解究竟为何，就等麦斯正式播出过后，我们再一同发掘吧。